天战王好像心情不好，听说这个战王喜怒无常，一不开心就要杀人，姐妹们都小心着点儿。那不是有意的。你还好吧？你醒了。秦侧妃饶命，奴婢不是故意睡在这里的，求您开恩。起来，在我这里人人平等，没有战王府的侧妃，也没有三跪九叩。你若是害怕，从今往后我护着你。一个贱婢，在主子的房间没大没小，我看你是把府中的规矩全都忘了。此奴这般行径，想必主子也好不到哪去。不许你侮辱姐姐！冥顽不灵，既然你的主子不会叫，那本王替他叫。来人，给本王打！王爷，要打就打我好了，是我要求他和我一同用膳，一同赏花，一同卧榻而眠的。在我的院子里，人人平等。秦姐姐，那些害死你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放过的。明明对花生过敏，还要强撑着自己帮我试毒。现在好了，自己连床都下不了。战王府后宅险恶，奴婢密谏，自然要为主子考虑。在我心中，你就是我妹妹，以后可不能再做这样的傻事了。还有，我说了，我不是主子，叫姐姐。姐姐，总管，是他多管闲事，奴才才……你好大的胆子！这可是宰相府送来的武器，要杀要剐也是王爷说了算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？许总管，求您救救奴才，奴才知道错了。奴才住口！今天的事情，要是王爷知道，你全家都不够赔命的。王爷今天心情不好，若是把这个丑八怪送来，整个后院全都得陪葬。那可怎么办啊？自己闯的祸，自己填。拖下去，喂狗。是。果然，过了这几年，这块老姜依然心狠手辣。今天的事情，我会亲自向王爷汇报。我希望你是真的不小心受伤的。若是让我知道你胆敢耍心眼，多谢徐管家，奴不敢。找个人给他顶上。是。哼。刚才多谢姑娘。王爷，他又杀了一个。杀了一个又怎样？哼！王爷在朝中的地位，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就连皇上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尔等天生就是贱命，能死在王爷手上，应该心存感激。接好，这是王爷赏赐的冰鸡膏。王爷说了，5日之后土灵窑献我，若是伤还未好，赐死。哼！楚姑娘，你这伤口这么深，王爷只给了5日时间，到时候万一……姑娘，你快走吧，我替你去献舞。没事的，春喜，我不会走的。相反，我还要留在这儿，好好活下去。因为很快，王爷他只会迷恋我一个人。楚姑娘，我再去加西炭火，你好好休息。给我砸！周主子，不要！
周侧妃，奴只是一个小小的舞姬，从未得罪过您。从未得罪。我身边的侍从前几日因为你而丢了性命，不记得了？原来是他。一个舞姬，不过就是供男人观赏的玩物，竟然害死了我身边的亲信，我如何能善罢甘休？周主子，不是这样的，是李管事他贱婢！我在跟你主子说话，也轮不到你插嘴。周侧妃，春喜不是故意的，还请周侧妃明鉴。伶牙俐嘴，还敢狡辩！宰相府送过来的人，该不会是不会跳舞，想拿我的人来挡灾吧？请周侧妃明鉴，绝对没有。既然不是，那你现在就给我跳一个。怎么，不敢了？还是说想忤逆我呀？周主子，这个舞是献给王爷的，王爷还没看，要是先跳给您看了，你贱婢，真是没把我放在眼里，给我张嘴！听说被这个板子打过的人，下辈子就只能吃流食，今天就让你试试。王爷，奴婢卑贱之身，万万受不得呀！王爷，她就是新来的舞姬。她不是毁容了吗？怎么会？难道刚才都是装的？你刚才跳的蝶恋舞很好看，真是让本王想起了5年前的故人。你叫什么名字？奴婢楚灵瑶。王爷，这个贱人竟敢骗你！她明明没有受伤，脸上却还戴着面纱，甚至还以此为由不去跳舞，还害死了妾身身边的侍从，其心可诛呀！王爷，王爷，你还不快下旨！王爷，奴没有，奴脸上的伤是徐管家亲自验证过的，只是因为王爷给的边际膏效果实在太好了，3日之内我的脸就全好了。之所以戴着面纱，是因为脸上的肉是新长的，到时候只怕让王爷扫了兴致。王爷，他这是在狡辩！够了，周淑妍，你未经本王允许，竟然擅自让本王的舞姬跳舞，本王还没罚你僭越之罪，你倒是恶人先告状。王爷，妾身不敢。不敢？你别以为本王不知道，你是仗着本王在京都的权势，飞扬跋扈，草菅人命。本王之所以不在乎，是因为他们有些人的命，本王无足挂齿。你倒是越发猖狂，是谁给你的胆子？是你那礼部尚书的爹吗？王爷，妾身真的只是想看这个贱人跳舞而已。传本王旨意，周淑妍以下犯上，罚面壁思过，抄佛经1000篇。王爷，妾身就算是点灯熬油1个月也写不完啊！王爷，快盆热水！王爷，妾身自卑贱，万万使不得。这里是战王府，本王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我看谁敢忤逆。巡战，这是你自己送上门的，别怪我登堂入室。
王爷，王爷，奴婢恐怕感染了风寒，今日就不能伺候您了。本王说能，你别能。王爷，奴婢身子卑贱，您又是皇上身边的红人，我若是把病气过继给您，我将会后悔一辈子的。你倒是想得挺好的，本王后院姬妾众多，倒是没有一个人能像你这样识大体的。王爷，你就会取笑奴婢。好，那本王便让徐管家送你回去，之后找个郎中给你瞧一瞧。多谢王爷。等你病好了，可要好好服侍本王。传本王的话，本王新月舞姬楚灵瑶赐住隔壁的月华院。你说什么？王爷没有临幸楚灵瑶，就把她抬到了妾室，还让她住进了我的院子里。是的，周主子，这是这么多年战王府头一遭。贱人，竟然敢伸手的勾引王爷！我要了你的命！哼，楚主子一朝平步青云，日后定能富贵荣华。我当是谁搬到我的院里来了？原来是你这个下贱的舞姬啊！你，妾见过姐姐。宰相府的人还真是不一般，找了这么个人来魅惑王爷。我告诉你，就算你进了我的院子，成了王爷的人，我也依旧是主子，你休想造次。是，灵瑶谨遵姐姐教诲。上一个像你这般模样的人已经死了8年了，他都能死，不差你一个，懂吗？周主子，我家主子好歹也是王爷的人，您这么说话就不怕王爷听到吗？贱婢就是贱婢，来府里这么久都学不会规矩，敢到我面前指手画脚，我看你是活腻歪了。来人，给我掌嘴！姐姐，晨曦以前只是在后院打杂的，她不懂规矩，求姐姐网开一面。你懂规矩。刚才你们2人贿赂徐管家的事情，我可都看见了。这个贱婢身上定有赃银，给我搜！不要，不要，放姐姐，不要，不要！周主子，那是故人的东西，不值钱。万一没有，那看来在肚兜里了。不要，不要！放开！就怎么拿回来？楚主子，王爷临幸是天大的好事，战王府姬妾众多，可您却拒绝了，奴婢实在是不明白。晨曦，男人都是这样，得不到的永远都是最好的，所以在王爷对我心动之前，我是不会轻易宽衣的。奴婢愚钝。晨曦，你最好这辈子都别动。
怎么，妹妹这是不愿意接受吗？啊，姐姐的一番美意，我岂能辜负？主子，这个真的能成？这是曼陀罗花毒，它虽不能致死，却是能让人产生幻觉，导致疯掉，事后却又什么都不记得。楚灵瑶不是想勾引王爷吗？那就让他一去不复返。主子，您当真喝了周淑妍给您的茶水？不然呢？只是那茶水有毒。我就是要喝他那杯有毒的茶水，到时候他是怎么踩着别人进入战王府的，我就怎么给他拽下来。明日你就要进战王府了，我有个最大的秘密没有告诉你。王爷之所以暴虐杀人，是因为他少时母妃不受宠，二人总是受欺负。那你的意思是？王爷每次心情不好，或者是头疾发作，都会想起当年的事情。你若是能帮着王爷解开这个芥蒂，便是他心中高于一切的唯一。不管如何，今日我只有这一次机会。8年了，我的瑶瑶长大了。姐姐，不要！楚灵瑶，你这是要杀了王爷吗？秦姐姐，终于能给你报仇了！哼，楚灵瑶，你死定了！妾宁愿自己死，也不愿伤王爷分毫。愣着做什么呀？还不杀了这个刺杀王爷的贱人！住手！王爷，不可以，他刚刚可是要杀了你。王爷，王爷，你没事儿，真是太好了。事情你还没有跟本王说清楚，本王不许你死，你不能死！瑶瑶，还不去请郎中！王爷，主子已经脱离危险，请王爷放心。他之前在午宴的时候就有些不对劲，可查出原因。回王爷，方才我给主子号脉时，发现脉象虚中有乱，像是中了迷魂散之类的毒药，迷魂散，怎么会这样？王爷，求王爷给小主做主，他是被人下毒的。下毒？你先把话说清楚。下毒？你先把话说清楚。今日，主子在去给王爷献舞之前，喝了一杯周侧妃送来的清茶，人就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可有此事？一个贱婢，胡说些什么？王爷，妾身冤枉。妾身本来想着楚灵瑶今日要献舞，特意带了清茶前来祝贺，谁曾想被这丫头说成了下毒之人，还请王爷替妾身做主。你可知，在本王的府中，下人污蔑主子，是要拖出去乱棍打死，去喂狗的。奴婢愿意用自己的项上人头担保，这一切都是周侧妃做的。如果王爷不信，可以去搜周侧妃的院子，那里一定有证据。还请王爷为小主做主啊！你个贱婢，胡说些什么？来人，去给本王搜月火院。是。王爷，
王爷，这正是迷魂伞。周淑妍，我看你是想加害本王不成？王爷，妾身不敢，妾身只是嫉妒楚妹妹，想让她在宴会上出丑而已。妾身真的不敢呢。不敢？我看你是太敢了吧你！来人，周淑妍无形无德，企图谋害府中姬妾，杖责50。王爷，寻常男子被杖责50，就已经气绝身亡了。妾身这个身子熬不住的，还请王爷开恩啊！王爷，求您开恩，原谅周姐姐吧。王爷，求您开恩，原谅周姐姐吧。瑶瑶，你太善良了，你为何要替这种人求情？瑶瑶这不是好好的吗？不都说了吗？这世界人人平等，况且瑶瑶又没死，就别为难周姐姐了，就放过她吧。你说什么？人人平等？在我的院子里，人人平等。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？秦真他早就死了。真儿，周淑妍、寻战，这句话熟吗？回忆吧，想的越多就越恐惧，就越能抚慰秦姐姐的在天之灵。我相信周姐姐，你应该不是故意的，对吧？好，传本王旨意，周淑妍面壁思过，即刻贬为妾室，即刻搬出月华院。谢谢王爷。瑶瑶，你倒是个心善的，也不知道他是否能承受得住你这份情。别人承不承受得住，我不知道，但是王爷是承住了。瑶瑶，你还真是特别。话说，我们之前是不是见过？难道他发现了？是啊，见过。也许我跟王爷可能是3世的缘分呢。瑶瑶，你口中所说的人人平等，是从何学的？妾之前一直都做一场梦，梦见那是一个人人平等、无忧无虑的世界，可能是跟梦有关吧。王爷，你不喜欢吗？喜欢，只不过倒是让本王想起本王的故人。王爷，妾今日所做之事都是为了王爷考虑。周姐姐家世是尚书之女，而妾只是一个舞姬。王爷若为了我得罪朝中的大臣，那妾简直是罪该万死啊！瑶瑶，你还真是思虑周全。王爷，妾只希望你能平平安安的，其他的别无所求。你可真是本王的解语花。王爷有令，抬楚主子为府中侧妃，入住月华楼主屋。春喜姑娘，帮你去准备吧。谢许管家。哎呀呀，没想到堂堂礼部尚书的嫡女，竟然被一个舞姬弄到了如此狼狈的地步，真是可怜呐。原来是赵侧妃啊！你要是来看我笑话的，那你已经看见了，可以回去了吧？怎么这就放弃了？不像你啊！你懂什么？就算不是我，是你站在那个舞姬的面前，爹也讨不到什么好果子吃的。怎么，这楚莲瑶还是什么妖魔鬼怪不成？他让我想起一个人，或许真的是他已经回来了。如果真的是他回来了，那你我都斗不过他的。他？你说的他是谁？秦真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不可能，
秦真他死了，他可是当着我们的面死的，难道你忘记了吗？到了秦真的事情，想借此勾引王爷。这个该死的楚灵瑶，居然把我骗得团团转！这次你可要帮我，我们可是一条船上的。那是当然，毕竟我们谁都不希望这个府里出现第二个秦真。那你可有办法吗？你说的是真的？整个王府的动向，徐管家了如指掌。况且又是我的人，怎么会骗你？好，既然有这个证据，那我就不怕杀不死那个楚灵瑶了。楚灵瑶，这次我绝对不会手下留情。身体好了，倒是会越发的勾引人了。那还不是托王爷的福，妾身才能好得这么快。那我们不如换个地方调。王爷，该吃药了。妾身生病的时候就听说了王爷少时的事，才明白了王爷为何要动手杀人。妾自是心疼不已，所以特地为你准备了治疗头疾的药。王爷可不要辜负妾的一番美意。旁人听说本王的性子，都避之不及，倒是你，病卧在榻还不忘关心本王。那还不是因为妾的心里全都是王爷。况且王爷不也说了吗？你的身子也好多了。来，好，本王喝。荀振，你怎么还是和以前一样，几句妾室的话就轻易相信了？就不怕我一记断肠草，要了你的命？瑶瑶，药本王已经喝完了，什么时候给本王糖吃？妾忘了准备了。你就是本王的糖。王爷，这青天白日的。王爷，王爷，你怎么了，王爷？我这就去跟你叫郎中。周姐姐，楚灵瑶，你干了什么？王爷怎么会吐血？愣着做什么呀？还不快去叫郎中！是。王爷要是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要了你的命！二位侧妃，王爷这是中毒了，不过好在中毒很浅，在下已经用过银针把毒逼出来了。王爷身体一直好好的，怎么会中毒呢？楚灵瑶，这话不应该问你吗？王爷这段时间都跟你待在一起，说，你是不是给王爷下了什么药，想要王爷的命？在我心里，王爷的命比我的命更重要，我怎么可能下毒害他呢？我拿的这个是什么？这是妾给王爷健体的药。你果然想损害王爷的身体。王爷，楚灵瑶这个贱婢不简单，她勾引你，就是想要害你。刚才我看她急急忙忙地冲出去，说不定就是想要逃跑。王爷还不赶紧把她拉出去杖毙！王爷，妾没有要害王爷。周叔爷，你说我要害王爷，你可曾有证据？我要是没有的话，我敢来吗？王爷，你看，这是什么？王爷，卑职查到，最近楚侧妃一直偷偷利用王府的关系，在外面大量购买宠物感冒药，把这宠物喝多了，就会中毒。贱婢！你一派胡言，妾没有。
楚主子，这王府账页上可是白纸黑字写着，这川屋可全是你买的，难道还有假？我是买了川屋，但是妾没有要害王爷。你贱人，都人赃并获了，你还敢狡辩？王爷，妾对你的心天地可见，不信你问郎中，如果我对你下毒，妾甘愿受死。王爷，这要不得了啊！王爷，这要不得了啊！难道这药真的有毒？敢问主侧妃，这药方从何而来？我前阵子结识了一位神医，我把王爷的事情跟他说了，他就给我开了这个药方。难道这药真的有问题？王爷，洪福齐天呐！这药方乃是失传百年、延年益寿的方子。王郎中，你这话可不能乱说。周主子，我服侍王爷多年，医者仁心，我怎么会乱说？这药方不但能强身健体，更能使王爷恢复神智，疏通经脉。那这川乌你又如何解释？川乌只是药方中的一味，和其他药材配合，能大大增加药效。而且据我所知，这药方极其难寻，就连皇室的太医院也未曾拥有。楚侧妃能为王爷做到如此，在下佩服。王郎中，又是你！你是仗着你礼部尚书的爹，竟敢在本王的府中为所欲为！你眼中到底还有没有本王？王爷，妾身真的是为了你好，妾身担心你被小人所蒙蔽。何来的小人？倒是你，明明在思过气，这谁给你的胆子让你出来的？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。王爷，妾身不敢，是徐管家。他偷偷跑到柴房，告诉臣妾说楚灵瑶买了许多川屋，想害你的性命。王爷，妾身真的只是担心你，妾身没有调查清楚，所以才酿成了大错。周主子，话可不能这么说呀！明明是你嫉妒楚主子，独得王爷恩宠，你想要恩将仇报，这才来找我查账，想要质问楚主子，这事怎么能怪我呢？王爷，我在府中这么多年，一直是尽忠尽职，为是被人蒙蔽了，请王爷明鉴。不对，要是楚灵瑶的茶没有问题的话，那王爷你为什么会中毒呢？楚灵瑶，你身后是什么？你藏了什么东西？姐姐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给我让开！王爷，我知道你为何中毒了，就是因为它龙脑香。可这香是本王一直在用的。倘若我说这不是龙脑，是樟脑呢？说什么？这龙脑和樟脑的味道部分相似，若是嗅觉不灵敏之人，加点别的香料予以干预，那是察觉不出来的。可是樟脑跟王爷中毒有什么关系啊？以前是不会，但是现在王爷喝了您的汤药，这汤药中的川乌和樟脑不能同时服用，而且据我所知，这龙脑的价格是樟脑的数倍之多。你在本王的府中已经服侍多年，本王府中的甜香这么多年都是你来操办的。王爷，我也是鬼迷心窍，我从来都没想过害您的。王爷饶命！王爷饶命！王爷，是找死！你竟敢在本王的眼皮子底下偷龙转凤，来人！王爷，我错了，王爷饶命啊！是你，本王已经给过你机会，是你自己不知道珍惜，那本王就赐你一杯绝死汤，自生自灭。王爷，妾身知道错了，妾身再也不敢了，求王爷饶命！楚主子，楚主子，求求你救救我吧！我再也不做害你的事情了，求你救救我！快起来！
姐，我好信服你，你为何要推我？我没有。你这个贱人！周淑妍，你简直是蛇蝎心肠！来人，把他给我带下去！这辈子本王不想看到他。是你，楚灵瑶，是你这个贱人害我！我就算是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！放手！瑶瑶，瑶瑶，你没受伤吧？没事，妾只是觉得有点委屈。你放心，以后有本王在。只要王爷一直陪着妾，相信妾，妾就什么都不怕了。我告诉你们，王爷根本就没有想要杀我。你们要是敢把我扔进去，等我出来了，我第一个要你们的命。发生了什么？楚主子，徐管家他……放开他，让我来。是。楚主子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帮我向王爷求求情，我真没想过害王爷啊。徐管家，我知道你没有要害王爷，但这不代表着我不想要王爷的命。你什么意思啊？难道，今天这一切全都是你一手安排的？唉，看来徐管家你也不傻，不妨再告诉我，王郎中也是我。所谓的百年药方，延年益寿，全都是骗人的。对啊，都是假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要这么做啊？我跟你无冤无仇。无怨无仇？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人人平等，不分贵贱。是你，是你，你没死。对，我没死，没想到你当年把我丢下乱葬岗，我还能活着回来。还有谁？还有谁？你快说呀！还有谁？嘘，嬷嬷，你跟我来。郡主，你做得很好，不枉我费尽心机的救你出乱葬岗，把你送到战王府。只要能为姐姐报仇，我甘之若饴。只是姐姐的死好像另有蹊跷。她的死必然和这后院脱不了干系，但我们苦无证据。奴愿意以身为饵，以身设局。赵锦熙，你就是下一个。赵姐姐，求求你看在我们一同服侍王爷的份上，救救我吧！周妹妹，你怎么活蹦乱跳的？看来王爷赐你的绝子汤是还没喝吧？不如我赐你一碗怎么样？主子，不好了，那个姓王的郎中竟然是楚灵瑶的人。奴婢亲耳听到的，千真万确。好你个楚灵瑶，竟然串通郎中害死我心腹！主子，我们接下来怎么办？一个舞姬竟然能把手伸到王府的郎中身上，必然不简单。你且去查查人的关系，有了及时汇报。是。奴婢听说昨晚主子被周主子找了麻烦，如今奴婢看到主子安然无恙，奴婢也就放心了。物归原主。奴婢以为再也找不回来了，多谢主子。我曾经也有一位故人，他告诉我，这世间没有是非贵贱之分，更没有谁生来就是奴婢，所以私下里你也可以叫我一声姐姐。奴婢，姐姐，我知道了。秦姐姐，你看到了吗？就算你不在了，我也会把你告诉我的一切传达给更多的人。时为岁末，隆冬将至，本王打算前往观音寺迎接母妃回府。此番行程便由楚侧妃和赵侧妃一同前往，其余人等留在府中处理府中事务即可。是王爷。王爷，妾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说。妾听说观音寺苦寒，
母亲年纪大了，身体匮乏，不如带着王郎中一起随行，好随时照顾母亲的起居。还是遥遥细心，就按你这么说的办吧。所有人都退下。你说王爷这次能把老王妃接回来吗？我看难。外界传言是王爷杀戮多、暴虐残忍，导致府中子嗣单薄，是要下地狱的命。老王妃是专门去受苦赎罪的。今年王府连管家都死了，老王妃更是不愿意回来。姐姐，我打听清楚了，5年前老王妃去了观音寺，还带着王爷的2个孩子。之所以不肯回来，一方面是顾忌外界流言蜚语，影响王府的名声；再一方面是怕府中姬妾谋害子嗣。奴婢查到8年前楚灵瑶重病，就是那王郎中给看好的，2人的关系不一般，所以他这次带着这个郎中。王府子嗣单薄，众人皆知。王爷日日宠幸的楚灵瑶，也没见他怀上孩子。奴婢猜他这次带着王郎中是要偷情。那我们就来个捉奸在床。母妃，母妃，母妃，你已经来寺庙好多年了，今年冬日严寒，不妨你跟孩儿一同回府过冬吧。我听说府中今年又死了人，战儿啊，你身上的杀业太重了。母妃日日夜夜对着菩萨为你祷告，可是旧怨未了，又添新仇。你让母妃如何能体面地跟你回府？母妃这么说，可是为了儿好。倘若你不回去的话，可让他人如何看待儿臣？是不忠、不孝，还是不义？战儿既然如此的在意坊间传言，就该留在观音寺，好好的跪求菩萨，克制自己少造杀孽。为什么都要逼我？为什么没有人理解我？是谁？妾只希望你身体康健。难道是我刚才听错了，所以叫错了人？妾知道你心里的苦楚，但是妾不希望你跟母妃之间有嫌隙。母妃，她也是为了你好。如何说？试问这世间谁放着福不享来观音寺修行呢？母亲这么做，也是希望你未来的路能平顺一些。瑶瑶，你真的和他很像。妾不知道你口中的他是谁，但是妾心里只有你一个。王爷放心，我一定想办法让母妃跟我们一起回去。瑶瑶，当初他有你这般懂事就好了。王爷，我们今天刚来观音寺，不如你先去看看王妃姐姐，我不想背着媚主的骂名。好，都依你。本王的瑶瑶最懂事，本王3生有幸。那妾先告退了。来到观音寺的寻货成了什么样子？我看这世子的位置给他太早，太安稳了。不是的，王爷，妾身有尽力在讲，许是忽儿有些紧张。王爷不好了，有人在观音寺。有人在观音寺做什么？王爷，早之前奴婢就瞧见，楚主子从您房间离开之后，就去了那王郎中的房间。你说什么？王爷，您莫要激动，楚妹妹说不定是去看病了。王妃姐姐，这1年没见，您还是和之前一样单纯。先不说这楚灵瑶身子健康得很，就说来观音寺，这王郎中可是跟了我们一路，他白天不瞧，晚上瞧是吗？够了！王爷王妃侧妃间，主子里面有人瞧病，不太方便。看病？我看是榻上瞧病了。主子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贱婢！就你这种身份还敢拦我？我看你是不想活了。王爷真的不能进去。见过王爷。你怎么在这儿？还能干什么？
肯定是和那个姓王的苟且。姐姐，说话要讲证据。没有证据，你把帷幕拉开不就有了？不行，这里面躺着的是……你当着王爷的面偷人还有理了？我今天就让大家看看，你这个贱人当着佛祖的面是怎么言论放荡的。母妃，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母亲，这不是王郎中的疗房吗？您怎么在这里？参见王爷。王妃、侧妃娘娘，在下刚为太妃施过针，脑风之症已经有所好转，只不过还需要调养几日。母妃，您不是应该在观音寺的后院？这天寒，你怎么在郎中的房间？王爷，今天早上母妃突然感到身体不适，所以我就把王郎中推荐给他。可是母妃今天晚上突然又头疼，所以我就自作主张把母亲接了过来。可是刚才病看到一半，姐姐突然带人闯了进来，说了一些模棱两可的话。你还骗人！其实你和王郎中早就认识，说不定你们借着给母亲看病的由头，看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儿。姐姐，我听不太懂你说的话。姐姐的意思是母亲包庇我跟王郎中偷情。放肆！一个王府侧妃，思想如此的龌龊，竟然在观音寺大放厥词！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母亲？有没有佛祖了？啊！你的侧妃，你看看他们一个个的如此这般的，你还要带我回府吗？赵锦熙，看看你干的好事，争风吃醋都到母亲面前来了。妾也不知道呀，妾也没想到母亲会在王郎中的房间。没想到，如此说来，今天的事是你故意所为吧？混账！我看这侧妃的位置也是不想要的。王爷，不是的，王爷，妾也是被人所陷害的，是他，是月如，是他告诉我处理好王郎中在背地里偷情。妾这么做都是为了王爷您啊！主子，奴婢没有。贱婢，死到临头了还敢狡辩，都是你害了我，我要杀了你！我劝你最好把这件事给认了，否则我可不敢保证你的家人后半辈子还能过得安稳。主子，你说，为什么借我的手污蔑楚侧妃？是。罪过！没想到世上竟有如此歹毒的心肠，你祸害主子不浅呐！来人，把这个贱婢带下去，迈入窑房，有事为娼，不得翻身。我也不要，我也不要！饶命，王爷，饶命！这赵侧妃虽然是被蒙蔽，但是作为一个母亲，连如此的是非都不能辨。你说这要传出去，战王府的脸面往何处放啊？母亲教训的是，既然如此的话，玉儿还是养在王妃膝下。至于赵侧妃，不要，王爷！玉儿从生下来就被母妃从妾的身边带到了观音寺，妾等这一天等了4年，玉儿就是妾的命。如果你们这般决定，跟杀了妾有什么区别？你这是在威胁本王。王爷，妾身知道赵妹妹今日之事荒唐，但孩子就是母亲的心头肉，更何况当年的事情已经过去，您就看在她为王府繁衍子嗣的份上，让她跟玉儿团聚吧。王妃刚才的话是什么意思？什么叫做当年的事情已经过去？难道是秦姐姐的事情？那赵锦熙暂时就不能在这里出事。王爷，古人有言，母不离子。况且姐姐也是被人挑唆的，就请王爷原谅她这一回吧。无规矩不成方圆，本王若不严惩，本王担心。瑶瑶，瑶瑶，瑶瑶，主子，你怎么了？主子，瑶瑶。
说什么？妾有孕了？战儿啊，就是说我们战王府要添丁了。阿弥陀佛。那这样说来，母妃这么多年在观音寺的祈福是有用的。那自然是。王爷，我可不可以有一个请求？您能不能原谅赵姐姐，让他们母子团聚？战儿，你这个侧妃简直就是菩萨所赐啊！好，依你，本王都依你。母妃，我可不可以也有一个请求？说，您能不能跟王爷一同回府？母妃，我只是希望战王府阖家团圆。瑶瑶，你太善良了。林瑶的事，战儿都跟我说了，战儿的性情能有所收敛、改变，这都是你的功劳啊，孩子。如此说来，老身愿意跟你们回府。王爷，妾身答应你的事情做到了。不过呢，林瑶怀有2个月的身孕，且胎位不稳，这回府的路途多有颠簸，不如就在这儿住上2月，我再一同和你们回去，可好啊？都听母妃的。二位大哥，你们行行好，我不想被喂到窑子里，求求你们放了我吧！小贱人，你可是我花了100两买来的，我挣不到这些钱，你这辈子都别想离开。100两是吧？我给你200两，放了他。拿着钱，滚！走。楚主子，别杀我，求您了，别杀我！我不是来杀你的，我是来跟你做交易的。交易？什么交易？秦真，我只想知道他是怎么死的。你如实告诉我，我不但不杀你，还会救出你和家人。你到底是谁？这不重要。昨天你也看见了，你卖命的主子是如何在关键时候抛下你。你所谓的忠诚，在他面前一文不值。秦主子死的时候，当时是有身孕的。说什么？这个贱人竟然怀孕了！不行，我一定不能让她的孩子生在我的前面。知道该怎么做吧？包在我身上。王爷不好了，我刚才看到秦真跟别的男人进了房间。什么？之后的事情，想必你也知道了。王爷对外宣称秦主子是跳舞摔死的，实则是周淑妍和赵锦熙2人利用王爷的暴虐害死的。拿着你的钱，滚！为什么我是赵侧妃的人，你为什么要救我？因为他曾经说过，这世界没有谁生下来就是恶鬼，都是被这世道逼成了恶鬼手中的猎人。我要除掉的是真正的你。秦主子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
王爷最近跟着母妃礼佛辛苦，今日妾身准备亲自做些王爷爱吃的素菜，届时还请王爷赏光品尝。最近锦溪倒是乖了不少。王爷，妾已经知道错了，是真心悔过的。好，那本王今日礼佛结束，便去找你。王爷，实在抱歉，妾不是有意的。瑶瑶，你跑这么急做甚？你小心肚子里的孩子。妾听说王爷最近饮食清淡，所以特地差人做了些点心给王爷送过来。没想到一时心急，竟冲撞了王爷，妾这就给您擦干净。瑶瑶，你有心了，倒是本王一直没有时间来看你。妾最近孕吐严重，实在难以进食。每每难受的时候，就总能想到王爷，所以这佛门禁地没有办法明目张胆的思念，只能借着做糕点的由头来见王爷一面。妾身已经见过了，那妾就告退了。瑶瑶，既然你都来了，你就打算这般抛下本王？王爷，妾这次来还想跟王爷说一件事儿。王郎中说，妾的胎已经稳固了，可以适量的房事。妾只是说一说，没想跟王爷，这里又不是战王府。时之幸也，是不会有人怪罪的。这个时候礼佛应该结束了，王爷怎么还没回来？不行，王爷，这好像有人，妾害怕。没事，有本王在。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这好像有人。放心，没有人会发现的。王爷，这里怎么会有？王爷，王爷，妾都要怕死了。怕什么？这里又没有人，不是有本王在。王爷就知道逗弄妾。好了，瑶瑶不是最近胃口不好，本王带你去吃好吃的。王爷，姚妹妹怎么来了？瑶瑶最近胃口不好，本王知道赵侧妃的手艺不错，便带瑶瑶前来一同用膳，也能让她吃得好一些。姐姐，你不会介意吧？并非妹妹嘴馋，实在是肚子里的小宝宝吵着要吃呢。当然不会了，只是妹妹这一身装扮，看着实在有些凌乱，不会是背着别人干了些见不得人的事儿吧？姐姐是误会妹妹了，
实在是王爷一路上都对姐姐的厨艺赞不绝口，妹妹实在是嘴馋，所以走得急了些。姐姐，你不会怪罪我吧？怎么了？王爷，这些菜看起来清淡，但吃到嘴里确实是有些重了，且胃疼，吃不下了。那本王送你回去休息。那不会损了姐姐的一番美意吧？没关系，她不会介意。赵锦熙生气了，这和秦姐姐身上的痛苦比，轻了千倍万倍。你等着，我一定让你血债血偿。好一个楚灵瑶，狐妹子，勾引王爷，咱们走着瞧。母妃，为何玉儿弟弟没和咱们一起？玉儿和你侧母要回趟娘家，就先行离开了。原来是这样，那好吧。世子莫要伤心，等我们回去了，赵姐姐差不多也要到了，到时候你还能跟玉儿一起玩。王府人丁单薄，玉儿和护儿算是一起长大的，突然分离，难免会觉得焦虑，倒是让楚妹妹见笑了。王妃，这是哪里的话？好漂亮的镯子啊！听说你孕吐严重，这镯子上面涂的是西域奇药，专门止吐的。我把它送给你，希望对你有帮助。多谢王妃。你我都是王爷的人，能为王府开枝散叶，还说什么见外的话，是我要感谢你才是。印象里，詹王妃是王妃里唯一一个不争不抢、心慈面善的。你是哪里来的法师？我家主子有孕，你快速速离开！楚妹妹，你可得忍着，这孙法师可是我和王爷特意为你请来的。姐姐，你请法师做什么？之前因为徐管家的事情，府中晦气多，现在你有孕，我当然要帮你赶走晦气，祝你顺利生产了。况且这件事情，王爷也是知道的。瑶瑶，为了孩子，忍忍就过去了。楚灵瑶，跟我斗，我让你一尸两命！主子，你先忍着。怎么样？有没有查清楚，在我房间里熏的是什么东西吗？楚主子放心，熏的是艾草，对您的孩子没有影响。只不过你有孕在身，受不了呛鼻的味道，呕吐只是身体反应。那王郎中，麻烦您再帮我查一查，然后帮我开一副安胎的药。怎么会有藏红花的味道？你说什么？这是藏红花水。什么意思啊？藏红花味道清淡，很容易被艾草的味道遮掩。这衣服若多穿些时日，孩子恐怕不保啊！可是，在众目睽睽之下，赵主子是怎么将藏红花水弄上去的呢？为了下毒，他真是机关算尽，竟然有这种法子。赵主子之前就偷鸡不成蚀把米，现在他又想出这种办法来对付主子你，他就这么见不得你好？我还没想什么法子对付他，他倒是先按耐不住了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顺水推舟。姐姐，你有办法
晨曦，你从后门溜出去，找一个一模一样的衣服过来。是。王郎中，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置换，事后还不留痕迹的？有一味药叫鼠尾草，化验之后方可置换。既然赵锦熙这么相信牛鬼蛇神，那我就让他见识见识，什么叫真正的闹鬼。谁在叫我？赵锦熙。你是谁？5年不见，姐姐就想不起我了。你忘了我是怎么死的了？千真。不对，千真已经死了，千真已经死了。我是在做梦，我这是在做梦，这是做梦。是我，你们才来！发生了什么？我刚刚看到秦真来找我索命了。没事。你是不是看错了？我看这周围也没人啊。我分明看到秦真的鬼魂刚刚就跟在我身后。这战王府到处都是人，而且我刚才就看到你一个人出来，玉儿也没跟着。你是不是做噩梦了？玉儿，我的玉儿！我害怕娘，娘。玉儿不怕，娘近在。叔叔也在，玉儿别怕。今早听说昨晚战王府闹鬼了，都是谣传吧？当然是谣传了。姐姐都把法师找过来了，不然能是招魂吗？姐姐，你怎么了？这地上也没有石子，你怎么摔倒了？昨晚哄孩子没休息好，还有点发软。姐姐，我跟你说，这个小孩子的阴气最重，最容易招上一些不干净的东西，你可千万要注意。够了，楚侧妃，乱说话会引起后院的恐慌。妾知错了，妾再也不胡说了。我的玉儿，我回去找我的玉儿，我去找玉儿。玉儿，看到二公子了吗？奴婢不知道。废物，连二公子都看不住，要你们做什么？玉儿，你在哪儿？玉儿，啊，这里真好玩。这不是秦真的住处吗？王爷最近好像经常来妾的院子。本王听说你最近的院子不太平，夜夜人心惶惶的，本王便想着来陪陪你。你不愿意？哪有？王爷心里能惦记着妾，是妾的荣幸。只要有王爷在，妾什么都不怕。是吗？那让本王看看是有多么的荣幸。王爷在里面吗？放肆！王爷和主子都睡下了，你在这里大喊大叫干什么？让他进来。王爷，出事了，楚主子见红了。你说什么？王爷，您快去瞧瞧吧，
奴婢求您了。王爷，这个楚灵瑶竟然见红了，难道是藏红花起效了？快去把孙法师给我请来。是。王爷，楚侧妃只是少量见红，幸好在下来得及时，孩子已经保住了。瑶瑶，你怎么样了？多谢王爷挂记，我没事。王爷，在下有句话，不知当不当讲。说，楚侧妃这回见红不正常，方才在家给她号脉，发现脉象紊乱，像是中了落胎之类的药物。落胎药。春喜，可查清楚原因。王爷，主子的饮食起居都是奴婢在照顾的，奴婢都查过了，没有发现可疑之处。好，都退下吧。是。是。瑶瑶，你放心，这件事情本王会给你个交代的。我倒要看看，谁敢在本王的眼皮底下行这种大逆不道之事。你还有哪里不舒服？王爷，刚才见见红的时候都吓坏了，不过好在这个孩子是保住了。王爷也别太激动，妾会为你担心的。瑶瑶，你太懂事了，要是本王能够一直在你身边就好，也许就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了。王爷，妾知道你也是身不由己，赵姐姐最近精神状态不太好，你还是多去陪陪她吧。外面天寒地冻的，她身体不好，你去陪她吧，我很担心她。瑶瑶，你太善良了。那本王白日再来看你。什么？快走！完了，他就在院子里，我出不去了。那怎么办？快！快！王爷，您怎么回来了？本王听见你房间里有异响，便过来瞧一瞧。你在做什么？手这么凉，身体还在打哆嗦，你在心虚什么？不是的，王爷，妾只是天冷受寒。王爷，时候不早了，妾伺候您休息吧。你今天怎么这么着急啊？的关系。肚子里已经有了你的骨肉，
你还要造孽到什么时候啊？来人，把他给我带入柴房，听候发落。就凭你，你怕不是忘了，我可是大封王朝护国大将军赵毅的嫡女，想杀我，你做梦！你死到临头了还嘴硬，你知不知道，王爷已经一封家书，把你的事情都告诉了赵家。然后呢？然后，赵将军让你2选1。不可能！父亲怎么可能抛弃我？我是他最疼爱的女儿，你骗我！赵家在京都的势力功高盖主，树大招风，皇上早有废除之意。你父亲赵毅刚上书说要告老还乡，如今就闹出你与人苟合、残害子嗣的事，你觉得他还能护得住你？怎么会这样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楚灵瑶，我知道我错了，8年前是我对不起秦真，我罪该万死。但是我的玉儿，我求求你，她是我唯一的骨肉，我求你手下留情。说到玉儿，我给过你机会。什么意思？我在那碗水里加了明矾。明矾？那不是谁的血滴进去都能溶。但是你怕，玉儿，其实我害了你。楚灵瑶，一定还有其他办法的，对不对？我求求你，只要你愿意救下玉儿，你要什么我都给你，哪怕是我这条命，好不好？赵锦熙，要你命的人不是我，是王爷。你不是要给秦真报仇吗？如果我告诉你，当年杀了秦真的除了我和周淑媛还有一个人，这样够不够你帮我救出玉儿？你在威胁我？只要你帮我，我就告诉你。成交。那个人就是战王妃。你说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你是不是觉得王妃是个好人？我告诉你，这个后院没有一个人是善类。当年就是他找人向我传递的消息，说秦真有孕的。所以楚灵瑶，你现在还觉得王府子嗣单薄，是因为天成王爷暴虐吗？荀彧的事情办得如何了？奴婢按照主子的吩咐，将玉儿送到了观音寺。那里的女师傅说会隐藏好她的身份，抚养长大成人。战王府是个吃人的地方，希望她在那儿能平安快乐。至于我们，也该走了。今天是难得的家宴，希望我们能吃一顿安稳的团圆饭。堂堂王府世子，刚刚回府才几天呢，就染得一身斗鸡走犬、逛赌坊的毛病。若不是府中有人告诉老身，王妃莫不是拿老身和王爷当瞎子不成？母妃，王爷，今日府中杂物多，且属实怠慢了。霍儿还小，妾身日后一定严加看管。快给你祖母敬茶，求她原谅。祖母，霍儿知道错了。
哎，霍儿啊，做人可以愚钝，但切不可以行恶，知道吗？都说3岁看老，看起来王府的未来不能只交给霍儿，你说呢，王爷？王府的未来不能只交给霍儿，你说呢，王爷？母妃说的是。王爷。妾给母妃、王爷、王妃请安。母妃，这是……跪着的都起来吧。得了，时候不早了，咱们用膳吧。哎，普通家宴就别那么讲究了。来，楚侧妃，坐在我的身边来。楚灵莹敢坐我的位置，我看你今晚怎么坐得稳。最近呐，养胎重要，可不能亏着身子。来，多吃点儿。哎，多动筷子啊！来来来，吃。母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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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去把王郎中请过来。是，郎中我已经叫来了，不用去找了。那你还等什么？还不快去瞧瞧！如何？王爷，太妃娘娘的身体看起来没什么问题。怎么可能？那本王今日与母妃用膳的时候，她为何会吐血？这郎中到底会不会看病啊？快去把王郎中找回来。是。楚主子，您找王郎中是想给老太妃瞧病吗？奴婢觉得不必了。嬷嬷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不瞒妹妹说，在此之前，我已经让下面人去找王郎中了，可王郎中不在家。不在家？不可能。郡主之前说，王郎中是他安排在我身边帮我的，必然不会一声招呼都不打就离开了。难道……再说了，楚主子，这刘郎中可是一直给王妃瞧病的，医术精湛，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？瑶瑶，你不必担心，刘郎中也在府中服侍多年，肯定不会有问题的。王爷，在下知道太妃娘娘的正节所在，那你还不赶紧说？王爷有所不知，在下祖上乃是梧州人士，自小便对各类奇诡之术颇为熟人。依在下判断，太妃娘娘此症状应该是中了巫蛊之术。你说什么？你可知道你口中的巫蛊之术是什么意思？在下当然知道，在下没有10成10的把握，也是万万不敢说的呀。好，那你告诉本王，是凭什么断定本王母妃是中了什么邪术？王爷请看，这是方才从太妃娘娘嘴里擦拭出来的。太妃娘娘之前身体不好，都是一些外病，腿疾之类，但只有中了巫蛊之术的人才会吐黑血呀。到底是谁敢给查？给本王查！不单单是人，那下蛊的东西很有可能也藏在王府之中。那还等什么？嬷嬷，调动全府的人给我搜，一定要找出陷害母妃的恶毒小人。是。
生辰八字吗？岂有此理！这是从何来的？说，不说的话，本王连你一起罚。是从楚主子的房间里找出来的。不管王爷信不信，我从来都没有做过这种事，更没有见过这种东西。是啊，王爷，奴婢从来没见过主子的房间里有这个，您不可相信他人的一面之词。楚主子，您的意思是老奴栽赃你？苍天为证啊，赵王府所有的下人都跟在老奴的身后，老奴可是在众目睽睽之下从您的房间里搜出来的这巫蛊娃娃，从不冤枉人呐。楚林瑶，现在人证物证俱在，你还有什么要说的？说，为什么要害本王的母妃？这巫蛊娃娃人人都可以做，说不定是有些人故意而为之，故意放在我的房间里，随时准备可以陷害我。妹妹的意思是，姐姐我干的。王爷，妾身冤枉啊！这巫蛊娃娃上面用的布料是蜀锦，妾这么多年都在观音寺，根本接触不到啊。至于这府中有蜀锦的，据妾所知，也就仅仅几个侧妃而已。如今周妹妹和赵妹妹都死了，不是楚妹妹做的，还能是谁？说，为何这么做？王爷，妾冤枉啊！妾只是一个小小的舞姬，能得到您跟母妃的厚爱，我已经是8辈子修来的福分。况且，现在妾身怀有孕，可以说是母凭子贵，我有何理由要害母妃呢？楚林瑶，事到如今，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？你来这战王府就是来报仇的。王妃，你在说什么？妹妹听不懂。听不懂还是装不懂？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王爷，这是赵妹妹临死前突然给妾身的一封血书。说，你到底是谁？如果赵妹妹说的是真的，那她就是替秦真报仇的，万万留不得。怎么会这样？赵锦熙明明是当着我的面喝的毒药，怎么会有血书？不对，这血书一定是战王妃伪造的。赵锦熙说的没错，这个王府最狠的人其实就是战王妃。王爷，妾秦许，你是秦许。果然，我没记错，你之前在秦真身边的时候，名字就叫秦许。王爷，你看，他心虚了。这个贱婢欺骗你，就该乱棍打死。坐下。身体已经好的差不多了，只是你好像不是很爱说话。在我这里不用3拜9叩。哎，对了，你叫什么名字？那我就叫你晴雪吧。你是我从雪地里救回来的，我希望你像雪一样白净，人生如晴空万里。我已经走到了这一步，又怎么能在这个时候认输？秦姐姐，我一定会给你讨个公道。妾不知道你口中的晴雪是谁，妾更不是晴雪。王妃，你为了陷害我，真是无所不用其极。王爷，妾本来就是你的人，你想要妾的命，妾甘之如饴。可是今天，妾要说一句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话：如果这巫蛊之术真的那么有用，那当今的皇上是不是每日都要被病魔所缠住，吐血不止？你放肆！你才放肆！你的下人拿着一些上不了台面的巫蛊娃娃，你的郎中说着一些危言耸听的话，而你拿着一纸不知道从哪里伪造的血书，就想定我的罪。
王妃，我肚子里的孩子就这么让你忌惮吗？你胡说！王爷，楚灵瑶都是胡说的，她就是秦雪。你口口声声说我是秦雪，你可有证据？这偌大的京城，名字相似的人多了去了，更何况我的名字叫楚灵瑶。是吗？我记得当年秦雪好像对花生过敏，如果妹妹真的不是她，可愿意吃花生自证清白？妹妹放心，倘若姐姐真的有错，不但当众道歉，还把这王妃的位置都让了，你敢不敢？珍惜，珍惜，珍惜！你怎么在这儿？今日我在家中值事，战王妃派来了杀手，我死里逃生才到了这儿。怪不得母妃生病的时候，我一直都找不到你。王妃，你竟然如此心狠手辣！按照现在的情况，战王妃已经怀疑你的身份了。你现在回去，那就是九死一生。
这是郡主让我交给你的。如果你愿意，我送你出京，你就自由了。一个人的自由，算得了什么？不管是为了秦姐姐还是春喜，我都要回到那龙潭虎穴，和他们斗一斗。好，我帮你。你说什么？没抓到？王妃，是老奴办事不力，您莫要生气，别伤了身子。楚离瑶虽是跑得快，但你要敢回来，就让你再也没命穿着战王服。春喜，主子，你醒了。你是谁？为何他会与春喜如此相似？奴婢是新来的婢女春桃，我今天约了王郎中来把脉，他可否来了？郡主这年念旧，特意寻来春桃安排在您身边，您大可放心。我不是不放心，用惯了春喜，谁也不可替代。你先下去吧。是。主子最近可有吃什么不对的东西？那你小腹可偶有坠胀？我的孩子有什么问题吗？你的孩子怕是保不住了。什么意思？你说清楚。您的脉象是滑胎之症，可若不是吃屎，那又会是什么？主子，可否把这镯子借我看看？这镯子是王妃当时送我的，我跟春喜都看过了，没有什么问题。这是什么？这是麝香。果然，我处处小心，却还是被算计了。孩子，是娘对不住你。主子，现在不是难过的时候。既然孩子已经没了脉象，留在您肚子多一日，便是多一日的危险。要不，我去开个落胎药，把它落了吧。王郎中，你知道母妃的事吗？知道，而且症状是中毒。那你应该知道怎么做。这个孩子不能落。你说什么？我要让你尽最大的努力，让这个孩子在我体内多保留一段时间。他既然已经死了，那就把他发挥到极致。王妃，这几日啊，楚离瑶一直都去老王妃的房间，而且据我们的人观察，好像没有要流产的迹象。之前后院的姬妾也有过这种情况，药下了1个月了，她的肚子都完好，但是受不住惊吓。不如今天我们就给楚离瑶送个大礼好了。妹妹这么着急是要去哪？母妃有苏醒的迹象，我去外面找个郎中给她瞧瞧。贱人，你胡说什么？母妃已经在床上躺了7日，多少郎中看了都没用，也就照顾了2天，就敢说人醒了？我看你是不是给母妃下了毒，想要逃之夭夭啊？王妃姐姐，你这是在说什么话？我为何要给母妃下毒？我是真的要去找郎中。放肆！还敢跟我顶嘴了？把他的嘴给我打烂！我倒要看看他怎么跟我撒谎！你们要干什么？我怀了王爷的孩子，你不怕王爷知道了定你们的罪吗？先不说王爷现在在上早朝的路上，就算他知道了又怎样？我随便给你安插个罪名，楚离瑶你和他孩子都保不住。给我打！王妃，你这是动用私刑，你考虑过后果吗？哼，一个武器而已，不过是秦真的替身。你以为你在王爷心中有多重要？
给我打！都给本王住手！王爷，王爷，瑶瑶，怎么样？臣妾肚子疼。快叫郎中！瑶瑶，王爷，幸好回来。是。回王爷，楚侧妃因为之前被下过藏红花，胎本就不稳，如今又被吓到，这孩子怕是……什么？王爷，妾的孩子没了。瑶瑶放心，我会定给你主持公道。王爷，是楚妹妹出言顶撞在先，妾是念及王府规矩，不得已才出手惩戒。她肚子里的孩子和妾身……王爷，求您原谅王妃吧，王妃这么做也都是为了您和战王府啊。楚云瑶到现在身份都可疑，刚才王妃见她从老太妃的屋内出来，王妃是担心她会害了老太妃。简直一派胡言！若瑶瑶要加害母妃，那她为何今日要专门来向本王报喜？说母妃醒来了。真的醒了，母妃真的醒了。王妃，你这是在害怕什么？看来本王今日没有上朝是对的，倒是让本王看清楚了，我的王妃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。王爷，真的没有王爷，妾身只是太担忧母妃，一时失了手，还请王爷原谅妾身。是吗？如果一切都是王妃故意而为之呢？瑶瑶，你怎么来了？身体还没有完全康复，你且先不要随意下地走动。多谢王爷关心。王妃，你根本就不配提母妃。像你这样弑母之人，怎么还可以活得这么逍遥自在？你说什么？瑶瑶，弑母？王爷有所不知，母妃是中毒所伤，而下毒之人正是王妃。楚灵瑶，你血口喷人，无凭无据就想污蔑于我。无凭无据？你以为你让霍儿给母妃下毒，母妃不知道吗？母妃中毒之后，我偷偷盘问了家里所有的下人，家宴里所有的菜都试了，唯有善儿给母妃喝的那杯茶没有试毒。那也不能证明母妃的毒就是霍儿下的。王妃，你还真是不见黄河不死心。来人！王爷，饶命啊！王爷，是王妃命令在下把毒药给小世子，让小世子下到老王妃的茶里的。二妃，饶命啊！二妃，你胡说，我没有让你做，你为什么要污蔑我？王爷，你不要听信他的一面之词，妾身是冤枉的。是啊，王爷，王妃对你、对战王府可谓是兢兢业业，她怎么会做出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呢？一定是这个人，他想要加害王妃啊！你们都还愣着干什么？把这个叛主的货给拉出去杖毙了呀！是啊，就是兔死狗烹，
我以前还不信，今天我终于信了。事已至此，就别怪我鱼死网破。你想要干什么啊？把他给我按住！王爷，这么多年您府中子嗣稀少，并不是因为您杀戮多，为天谴，而是王妃。是你的好王妃曾多次给你府中的姬妾下药，落了他们肚子里的孩子。你说什么？王爷若是不信的话，可派人搜查在下房间枕下，那里还有2封王妃命令在下下药杀人的信件。来人，给本王去搜！王妃，这就是你要的物证，白纸黑字，你自己看一看。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王爷，王妃她不知情，这一切都是老奴做的。狗奴才！本王还没来得及收拾你，你倒是先自己送上门来了。来人，把这个奴婢给本王拖下去，杖毙！王爷，妾身知错了，老嬷嬷是妾身的乳母，求求你看在她服侍我和王府的份上，饶了她一命吧。你要罚就罚妾身，这一切都是妾身做的，妾身认了。王妃，好，那就依你。来人，把这个弑母虐子、罪大恶极的贱妇拖到后院喂狗。不要！哎呀，不要碰我！学着，10余载夫妻情分，在你心中这些算什么？我以为金烈风雨生死契苦，谁知你送旧迎新，不念恩情。我不过是想在这王府能有一丝安稳之地，却被你说成是奸诈恶妇。是我高看了你，低贱了我自己。你赢了，那我就祝你从今天开始痛苦无尽，永无宁日。王妃，哎呦，我已经是。现在还差1个人。都怪我没有保住我们的孩子。没事的，我们以后还会有的。而且，经历过这件事情之后，本王才彻底明白本王的心意。本王心中只有你一个人，你不是任何人的替身。本王答应你，以后绝不纳妾。王爷，妾最近胃口不是特别好，你能否下朝回来的时候给我带一些山楂？瑶瑶，我郎中已经说过了，你这次好不容易怀上了，况且你最近脾胃又不好，山楂又是散淤血的，不可食用。你等本王下朝回来，给你带山梅子可好？谢谢王爷。王爷，王爷，王爷的身子病入骨髓，也就这1、2日的时间了。怎么还要1、2日？你再去开一副药，送他上路。好。王爷，瑶瑶，你刚才跟王郎中说了什么？你到底要给本王开什么药？为什么要加害本王？战王妃没跟你说吗？
你为何还来问我？晴雪，你是晴雪，你是晴雪。对，我就是晴雪，我是秦真身边的婢女，我来找你，就是为我姐姐要个说法。晴雪，别以为你杀了本王，就能安然无恙从本王这里离开，休想！要你的命，王爷，你不会是误会我了吧？要你命的人不是我，是王妃。说什么？他不是都死了吗？王爷，你中的是慢性毒，毒在体中数夜内便会毒发。他为何要加害本王？王爷，你还记得王妃之前跟你说过的话吗？是关于霍儿的。我看这世子的位置给的太早了，太安稳了。看起来，王府的未来不能只交给霍儿了。你说呢，王爷？母妃说的是。王妃觉得家中人丁旺盛，直到有一天你会把她不争气的儿子废位，所以她早就把你饭菜里下了毒。所以你一开始就知道了？对啊，我早就知道。不过我这么讨厌你，怎么可能告诉你？不过我这么讨厌你，我怎么会告诉你呢？你这个弑父的帮凶！帮凶？你为何不说是你咎由自取呢？荀展，别以为你现在改过自新就可以泯灭你之前所做的一切。秦真他根本不爱你，你却对他做了全世界最龌龊的事。你杀了那么多人，你根本就不配活在这个世界上。我再告诉你一个道理，这个世界上的坏人有很多，唯独你这个杀人犯，你不配被原谅。瑶瑶，所以你对我无爱。秦姐姐，我终于给你报仇了，你看到了吗？灵瑶，你醒了。汪郎中说了，你之前是心气郁结，现在松懈下来就会突然昏厥，休息一下就好了。母妃，母妃。自打在观音庙见到你，我就大抵知道你的身份了。我和念儿都欠着真儿的情啊！自打在观音庙见到你，我就大抵知道你的身份了。我和念儿都欠着真儿的情啊！母妃，求求你了，母妃，不要送我去和亲，我会死在草原上的，母妃。念儿，母妃也是人微言轻，母妃没有办法。母
妃，我有一句话，不知当不当讲。说，一个靠着女子和亲换来太平的王朝，岂能长久？徐念妹妹的亲事是先帝在世时定下的，而如今新帝登基，大封王朝，又是蒸蒸日上的时候，母妃何不趁着这个时候到殿前游说，或许能换回一线生机。某妃去试试啊！要不是真儿，我的念儿。我有残暴，我身上这些伤，全是先王所赐。我的战儿啊，就是因为从小受的影响太深了，所以手上留下了太多的血债。你在府中的一切，老身都看在眼里，只怕你大义灭亲，使老身痛不欲生。可是老身是懂道理的，老身知道孰是孰非，杀人偿命。往后啊，我们府中再也不会有残暴、野蛮、粗俗的人了。老身希望啊，我们的余生都能富足安康。王妃，用力呀！娘娘坚持住，深呼吸。娘娘坚持住。生了，王妃生了！哎呀，生了，生了，老太妃，是个男娃还是女娃呀？恭喜老太妃，是个千金女娃。我们荀家终于有个女娃了，感谢菩萨，阿弥陀佛。瑶瑶啊，瑶瑶，你受苦了，孩子。不辛苦，有母妃记挂，我不辛苦。母妃，我有一个想法和请求。哎，你说。我想在王府旁边建一所学堂，为贫苦人家的孩子传道授业。好啊，我帮你，我们一起将新姐姐的观念流传于世。好孩子。